又是赌又是拆的，我跟你说，医生的话就没法听。就是说呀，我不是不想给你治这个病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就笨想，你让他们这么一弄，你耽误个1年半年的，咱到时候真要不了孩子了。就是他们不说我这病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啊。你信了？又是老鼠洞，又是拆墙的，这不明摆着吓唬你呢吗？之前咱都生俩了，这怎么到第3个就要命了？那怎么可能呢？他就是想挣你钱，让你开刀。反正让他们一说，我这心里还怪害怕的。妈，你还害怕呢？平时大大咧咧的，胆儿比我还大呢。你不是不想生了，在这跟我找借口呢吧？我跟你说，张条娥，以后没儿子，像你爸妈似的，被人欺负，被叫绝后老，你到时候别后悔。我没说不想生啊。天天我累死累活的，我挣钱，我供你吃，供你喝，我还供你看病。我吕兆邦，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吧？那做人不能这么坏吧？你想让我也绝后啊？你行了，你别说了，生就生，我不手术了。那行，那躺会儿吧。那个工地那边一直催我，我先过去。然后你要有啥事儿，你随时给我打电话，听见没？行。喝点水。走了啊。张条娥这个 PAVIM 真的挺少见的，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现实病例。我见过，之前在西丽的时候跟着曹老师跟胸外科一起做的。这种手术以前都是外科做的。但我还是想先考虑介入栓塞，毕竟创伤小很多。为什么？张条娥现在的情况是肺动静脉瘘虽然多发，但局限在左肺下叶，做个胸腔镜手术很方便的。而且你现在也没有专门用于肺血管病变的封堵器。你可千万别用标签外的产品啊！不会。但你说的对，最新的产品我需要去了解一下，毕竟是罕见病例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去找胸外科的专家问问，必要的时候请个会诊。但你刚刚说这个病人还要着急怀孕，那是不想治的意思吗？你说这个张条娥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生孩子啊？要不你再去劝劝她？你自己去呗。我去了呀，她不听我的呀。哎，你说是不是因为我是男的呀？但我好像觉得她听得进去你说话。该说的周主任和林主任都说过了。再怎么说，我们只是医生，不是任何人的父母。话不能这么说，那还说医者父母心呢。你心不能这么冷。我没有暖任何人的义务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命追男宝？清朝来的，新中国成立没通知你，9年义务教育都读狗肚子里去了。不带你这么说话的啊！晒，你拉上。你懂啥呀？在我们农村，不生男孩不行。你像我吧，我户口在我娘家，我就分不到地。那是他们违规。我要不是出来这么多年，我也被蒙在鼓里。而且，就算你生儿子了，儿子分到地了，你家2个女儿不是还是没有地吗？那起码娘家有个男人呀，以后有啥事有人给撑腰啊。那如果你再生一个女儿呢？不可能，事不过3，我怎么生2个女儿，我还生女儿啊？人家大师都给算了，说我家赵邦命里有儿子，婷婷和盼盼命里有弟弟。那就还有另外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你不治病，把自己作死挂掉了，你老公跟其他女人生了儿子，
你家婷婷盼盼照样有弟弟。你能不能盼着我点好？谁都像你似的呀，30好几不结婚不生孩子，这人到什么年纪就得干什么事。那是不是等你活到国民平均寿命就可以直接去死了？哎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嘴这么厉害呢？你是不是不能生啊？不是，你要真有这毛病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村啊，你要有个女的跟你似的，哎，找个老中医一调，去年咵嚓生个大胖小子。你有病吧你？啊，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，天天就琢磨这点事儿，把自己当一个移动的生育机器？你都要牵上我了，我这不为你好吗？谁稀罕管你？你怀过吗？谁？喂，啊，你到啦？病房在6楼。哦，好吧，那你等我一下，我找你去。拜拜。男人吧，这么温柔。喂，哎呀，你看他高兴劲儿的，你不行让他查查去。你闭嘴！你盼着我点好吧？没想到现在医院都有咖啡厅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能拍，谢谢。好的。这边你到这边来。啊。我昨天好看你忘了。好嘞，有了。我看看。我发给米娅，让她给你好好修修。那你发给我吧，我自己修。上次那一组病娇风数据特别好。我知道。哎，你是不是胖了？有吗？胖了。哦，好像是哎，可能是我最近在医院没怎么运动吧。你自己说的啊，一胖毁所有。知道了。你今年可是本命年了，你要再这个状态，就只能去卖大码女装了。好了，知道了，别絮叨了。你要没啥事儿，就别在这儿住着了，多晦气。你这几天没回家？我去深圳出差了呀。那小白你得回去看看他，他很怕寂寞的。没事儿，小毛多皮实啊。83号，谢谢。许哥，跟你说个事儿。你好，请稍等一下。我妈郊区那套房子不是一直漏水吗？最近在装修，然后我住院这边做各种的检查，花了不少的钱。医生说接下来花销也挺大的，我那钱你要不要先转给我一点？钱都投到运营里了，现在公司是发展的关键时期，这钱我不敢动。从来也没动过，那不能2年了，一点利润都没有吧？你把我的那部分先给我转一点出来。你先别急呀，等你一出院，我就把工作给你衔接上，钱不是就来了吗？我要不是真的没有钱急着用，我不可能跟你张这个口。我知道，但之前咱们都说好了。那是爱的投资，咱们要一起建立属于咱们自己的商业王国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娇宝，现在市场变化非常快，我压力非常大。你也早点出院，这医院里边人来人往的，万一拍到你发作，得不偿失。你最近没发作吧？没有。还是要小心，万一拍到咱们辛辛苦苦立的人设就塌了。
老吴，我俩约了一个会，我得走了。你照顾好自己，等你出院，公司需要你。哎，老王，啊，方医生，您的拿铁好了。谢谢。对，就是上次预诊的时候遇到的那位张条娥，她前2天来找我了，我想让你看看她的血管造影。挺管用的。我知道。那这是肺动静脉瘘，很少见啊。它已经很严重了，好几支呢。是。好在排除了遗传性毛细血管扩张。但我想问你，肺动静脉瘘介入栓塞现在有什么新产品吗？主流产品还是栓塞弹簧圈和血管塞。目前 AVP 血管塞已经延伸到4代了，第4代就可以用于很小的输送系统，对比2代，它的损伤就会小很多。不同的血管塞适用于不同的病变。对，比较细的、比较远端的、比较扭曲的就要用4代，比较粗的、路径比较直的就可以用2代，效果差不了很多。太好了。那4代血管塞会比较贵吗？要2、3万一个。但最终还取决于手术的时候具体用了几个。你定好手术时间，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跟老秦打一声招呼，把最好的技师调过来。还有什么顾虑吗？产品的问题算是解决了，但更大的问题是，张条娥现在不肯接受治疗。不接受治疗？为什么？她在备孕，36岁，2个女儿，还想追一个儿子。她知道自己生病了吗？而且是很严重的病，随时都可以要了她的小命，她还要备孕。我都跟她说了。那她家属呢？哦，由着她胡来啊。她老公表面上不反对，但实际上也想盼着一个儿子。我感觉张条娥不肯接受治疗，跟她老公有很大的关系。那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又要干嘛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胡来的。你说的是哪根柱子？不，你看图纸不就知道了吗？你图纸在老赵那儿呢。我这现在过不去啊。好，就这样。那我们姐妹群里面生的全是儿子，那还有双胞胎儿子呢。哎呀，你就按我说的做，保准你生的是个大胖小子。我拿你1分钱啦？我图你点啥啦？那不就是吗？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家香火。对呀，哎呀，你就按照这法子来啊，包你是个儿子。挂了。美女，那个美女。叫我啊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听见你那个说有生儿子的法子，是什么法子？什么法子呀？我可没说啊，你相信科学？不是我刚才我都听见了，你跟我说呗，帮忙。我实话跟你讲，我有2闺女了，然后我老婆呢还一直在备孕，怎么着得生个儿子。 2闺女了？是啊。哎呀，那我跟你说，你可不能跟别人说。你放1万个心，我肯定不跟别人讲。哎呀，2闺女了。是啊。那个，哎，你老婆现在在备孕啊？对呀。这时间不对啊。时间怎么不对？你这时候怎么能怀孕呢？你有没有点常识啊？怪不得你生的都是闺女。那秋冬怀孕，那时机就不对，生不出儿子。秋冬怎么了？春雷响，万物生，这你听过吧？自古以来都是春天播种，那吸收日月精华，顺着天地节气
那最后秋天自然而然就有个好的结果。你现在秋天播种，那一则不一定活，那二则呀，春天才开始长，你这不是逆天而行吗？啊，秋冬播的种，它苗弱性阴，那要么活不成，要么生的九成都是鬼。你想啊，你细想。啊，你真这么说的呀？可是这逻辑很容易被击破呀。秋冬备孕就生女孩，那合着所有女孩就夏秋生的呗？这完全没有统计学的支撑啊！跟他聊什么统计学？他有那知识，还会相信生男孩有方法？可以啊，欧阳经理，口才了得啊，苗弱性阴这种词儿都用上了。因人而异。怎么样？说两句。他也没有给医疗建议，我管不着啊。管不着。哎，那个大夫啊，大夫，我问一下啊，我刚才听到一个说法，就是说春天怀孕好像就是能生儿子，秋天怀孕就不太行，是有这么个说法是吧？啊，这个说法，从统计学上来说，有没有这种说法，周主任？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说，当然是各方面具备最好的条件，才能生出健康的孩子。那等于说，其实春天就是具备了更好的条件呗。因为我刚才我也算了一下，你看，我妈怀我的时候，正好就是春天。哎，周人，你是几月份的生日？我是10月。10月是。哎，那是冬天呢。她早产。那差不多。那等于是。姐姐，你10号床病人打完。哎呀，哎呀，帮我看一下10床的病人啊。哎，大哥你有病啊？哎呦，那你这种病苗更不行呀。那个不是我，是我老婆。我老婆她不是说她一直备孕嘛，但是她心脏有个漏洞，你知道吧？啥？心脏有个漏洞？对啊。啊，那就对上了。什么对上了？心脏啊，那是人体聚气的龙穴啊，龙穴上有个洞，那还能了得？先不说你这个种子苗有没有问题，就算它没问题，种苗的时间不对，这个地北是风水不好，你这天时地利2个全不占，你别说生儿子了，那想生个孩子怀上都难。没想到这个层面，你说的非常有道理。我说我怎么一直生女儿呢？原来是这个龙穴有漏洞，得补上。补，这个洞必须得补。咱中国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吧。你在开春前，你再多行善事儿，少吃点荤的，对媳妇好点，她心情好了，身体就好。你到时候天时地利人和3个全占了，她还能生不出儿子来？行，那个大夫，那我先过去了啊。先不动，先不动。我知道。你都哪儿学的这些神棍套路啊？这叫艺多不压身，什么神棍套？哎，4代血管塞代理授权书到现在没拿下来，周晓峰这次如果用得上，只要他点了头，品牌方的授权书肯定就没问题了。我听说爱心康那边也在努力拿这个授权，看来不能大意啊。哎，一定不能大意啊！你盯紧周晓峰，我去和品牌方谈。行。哎，这刚给你点的奶茶，你快趁热喝了。谢谢老板。你这客气啥呀？辛苦了啊！张调和的 PAVM 我跟欧阳达了解过了，有适合他的4代血管塞，虽然价格贵一点，但效果好很多，损伤小，术后恢复起来也快。为什么不直接用外科手术？我查了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的专家共识，
的确是说外科手术已经不是 PAVM 的一线治疗了。但是他的情况很复杂，多发性的栓塞又多。行，内科你有信心就好。哥，你手术排期出来告诉我啊，这个 PAVM 实在罕见，到时候我想去看。我也去，我陪你去。嗯。拿得动吗？拿得动。好了，来，尝尝小然最喜欢吃的海鲜粥，5星好评的。真的想清楚了，确定？其实之前也不是不想做，主要是不想引起家庭内部矛盾嘛。现在既然赵邦也同意了，那就做呗。但术后还要观察跟休养一阵子，不能立刻怀孕的。这一点你跟你老公都知道。知道。哎呀，他说什么秋天不好怀，说我龙血，是龙血漏风。对，漏风，就是说啊，怀不上男娃。反正我也听不懂，不过他都答应了。行，那咱们就做。那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，你这个病比较罕见，从医学上是有教学价值的，所以我想把手术过程做一个直播。直播？这手术血丝呼啦的，哪有人看啊？不是那样的直播，是给医生还有医学院的学生们做的一个内部直播。过程当中也会严格保护你的隐私。我是想，如果能把这经验分享出去，对别的医生来说是有帮助的，同时，对我们科室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。当然啊，完全不勉强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拒绝也没关系的。反正是好事吧？对很多人来说是。那就播嘛，播，正好这一直播呀，多了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。你给我做手术的时候，肯定是又仔细又认真，我也更安全，是吧，小叶医生？播。谢谢你。那个直播我得上个妆吧？不会拍到脸。这一说直播，我还有点紧张呢。其实直播我擅长。哎，这几天我就不吃饭了，减肥，这身材得拿得出手啊，是不是啊？锻炼，减肥。你别晃了，我都快晕了。哎，你平时都怎么保持身材的啊？你看你这个小腰，哎，也有点肉啊。看什么呢？呀，这你养的小猫啊？你看看，哎，你人长得好看，养的猫也好看。小白，是只布偶。你看这个小脸圆乎乎、毛茸茸，确实像个娃娃似的哈。确实还是个宝宝呢。有时候很粘人，有时候很高冷。平时都是他在家陪我，这段时间我不在，他肯定很急。小白，想妈妈了吗？哎呀，你这个能对话啊！他真听懂你说话了，他还喵呢。他聪明着呢。哎呀，真是！哎，我也养了个狗子，也可聪明了，给你看看啊。你看，这个样子不好看啊，就是个土狗，但也聪明。平时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，给我和婷婷作伴，还会拿快递呢。你看，丑萌丑萌的，挺可爱的，是不是？看这个小鼻子头。它叫什么名字？狗。我知道它是狗，我说它叫什么？它是狗，它也叫狗。一个农村的土狗起什么名字？再说有了名字就有感情了，到时候不好弄。什么不好弄？姐姐啊，阿姨来了，医生让我们去趟办公室。这吃什么啊，阿姨？我不吃，我减肥。来，先。你不胖，这样挺好的，别瞎减肥。哎，轮到他了。口罩在。狗，想妈妈了吗？哎呀，揍妈！
娇娇的腰穿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脑积液也查了，显示蛋白只是轻度提升，细胞数正常，病原学也是阴性。那什么意思？白查了？娇娇的情况比较复杂，虽然这一次的检查也没能找出病因，但是能排除可能就是有意义的。神内那边怎么说？神内说，之前做的动态脑电图确实显示典型癫痫的放电波，建议要么再做一个 PET CT。对，这就是今天想跟你们商量。PET CT 是一种先进的诊断成像技术，而且没有进医保。也就是说，又要从头到脚查一遍呗。医生，你刚说比较贵，那做一次 CT 需要多少钱啊？万一还是查不出来，那怎么办？一次检查要大几千，而且不能排除您说的可能性，所以才需要商量。让你小心小心小心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再说吧。哎，娇娇，哎，娇娇啊，娇娇，怎么了？咋了？看，哎，娇娇，娇娇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娇娇，你干什么呢？上厕所。你们看。方医生，您的拿铁好了，谢谢。哎，你没事吧？还口吐白沫，也太吓人了吧！哎，让一下，娇娇，容娇娇。他这发癫痫了吧？我们老家叫羊癫疯，好恐怖，好吓人啊！见到这样的人得远离。好恶心啊！这是龙娇娇，果断取关，立即退网！别让我遇到这样的人。果断取关，立即退网。怎么办啊？我要回应了。你怎么才来呀？人医生说下午谈话，这都要黑天了。那我也不能天天围着你转，我不得把工作都处理好啊。那阿姨，这俩大给你和娇娇吃啊。谢谢啊。那咋的了？哎呀，你说你妈也是，帮你舅舅去照顾他们家孙子，一天也不来。那我要是天天守在这儿，这钱谁赚？一家老小谁养活？行行行，你赚钱，你养家，你最厉害。那个，这两天不降温了吗？他们学校发那个被子太薄了。咱家大衣柜上有个厚毯子，你赶明儿谁要去，你让他给捎过去啊。完了那个还有你爸接送婷婷上下学的时候，骑电动车一定把安全帽戴好了，要不然不安全。给你接送孩子就不错了。给我接送孩子，不是你孩子。狗这两天吃啥了？别老拴着它，没事放院子里跑一跑，它高兴。哎呀，我这一说要做手术。我没跟你说是吧？那个，这狗前2天拉肚子，精神状态也不好，我让张阿四过来拉走处理了。
咋处理了？能咋处理？病狗能咋处理？你这话问的，人都没时间管，还问狗。咋的了？你说他早不拉肚子，晚不拉肚子。我要是在家给他那饭里拌点人吃的药，能好。这人都顾不过来，哪顾得上狗啊？哎呀，幸亏当初没起名字，不然啊，还真不好弄。你在那哭什么？狗死了！这狗死了！哎呀，狗死了，我的狗！你能理解我悲痛的心情吗，全？陪我坐一会儿吧，全。这狗可怜呐，一把死一把就把它拉得这么大，说没就没。你哭的真的好吵啊！我伤心啊！他这一世没了，回王星了，不用在这人间受苦了，挺好的。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净瞎说，哪有什么王星啊？死了就是死了，就是没了。没了就没了呗。你打扮这么漂亮，大半夜上这干啥？找谁约会啊？我坏你好事了吧？这是不是因为网上那些视频看到？
这些人说什么你就让他说去吧，不用理他们。他不喜欢咱们，咱们还不喜欢他呢。你在网上这么多年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些人就是啊，追热点，今天有这个热点，他就说这个，明天他又说那个，你管他们干什么？生病又不是你的错，你信不信？就这帮人，哎，我现在你这漂漂亮亮，我给你拍个视频。明天往网上一发，他们就得说你好了，这事就马上过去了。这事儿是能过去，但是我的病它过不去。旭哥，我本以为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个能接受我、能接住我的人。全平台掉粉上百万，你知道给公司带来了多大的损失吗？现在还有对家借这事说我说公司欺压主播，疯了！你最近先不要更新动态了，也不要在公共场合露面。娇娇啊，你就别给我提还钱、提翻红了，咱们就好聚好散吧。你也别怪我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这个病，你自己也看到那个视频有多丢人了，各种商务代言都取消了，客户还要求赔偿，这些钱你不能让我出啊，你得自己承担。这些年我也算重情重义了吧？你说你……别说了你，气死我了！你还重情重义了？旭哥是吧？哎，我看你就是肾虚啊！你肾虚加眼瞎吧你？说那叫人话吗？他生病是他的错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还嫌我们这嫌我们那，看你长得跟狒狒似的，人家生病了，你就给拿了2000块钱，你好意思吗你？你1分钱你也别想差他的。你要是敢欺负他，我带着我那些姐妹到你公司门口直播，不光你，我让你倒闭，你个死狒狒，个死狒狒，死狒狒，死狒狒，去死吧你！骂他了，骂了2条。你在说什么？他欺负你，我一上头我没搂住。狒狒，啊！你没看他这头像？你看这人中这么长，不是狒狒是什么？这不狒狒，我没见过他啊，但我就听他说这话，他就不是人。你也是，你也不会看个人。你说他跟那网上那些人有什么两样？什么时候了他说这些话？还有，掉粉又怎么了？这些人你不用在意他，你在意那些喜欢你的人就好了呀。我要像你那么多粉丝，哎，我就满大街炫耀去，我还容到这个死狒狒对我说三道四啊！我一天换个大帅哥，一天换个大帅哥，我让他就看我热俩鼻孔。哭什么哭？别哭，让他哭，咱不哭。啥事？生病又不是我的错。哎，全，你还记得不？咱上中学住宿那会儿，也是总是往天台上溜，就裹着那个紫红色的、特别丑的那个大牡丹花的毛毯，我们一起看日出。现在嫌人家丑。那会儿我还说呢，我想当个舞蹈家。我记得。
你说你想干啥了？你还记得不？我想当空姐，戴着小帽子，是一个漂亮的小丝巾，穿上高跟鞋，拉着我的箱子，我可以翱翔在世界各个角落。哎呀，你看你现在，我比空姐还漂亮啊！我确实是离舞蹈家有点遥远了啊。那时候我们才10几岁，觉得未来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。本来就是嘛，你现在不比空姐厉害多了？哎，而且咱还比他们飞得更高，飞得更远呢。一个不定期抽风的人，能飞到多远？要多远有多远。看，就往那飞，山那边，海那边。多少次抉择，不过是在兑现一场梦。当初的执着，像一首还没唱完的歌。我回来看看世界，还有多少善恶在焦灼。你在哪儿，我就知道，风雨只是经过。栀子的心跳，从来不曾示弱，一双双手缝合在破碎的星河。那数过的伤口，触摸过的黑暗，还是我们哭过，去世就要微笑着。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棱角留在最后顽固的紧握。你光划破黑夜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治愈我。最怕的不是路太远，是忘了为何活。栀子的心跳从来没有如果，一双双手缝合在坠落的花火，用全力去拼搏，才听懂那脉搏，来使我们颠簸，去使命运都开阔。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拥抱留到最后，也不染尘垢。世界再多路口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并肩走。新的故事要说。